梅开三度双摄监控，它又出现在了本集之中，伴随女监控视角，从她生命的终止开始回顾她的传奇一生，往事情景历历在目，最终的实验室秘密揭开，或将得知监控人的起源。追击战依然没有结束，伞兵空降战场，老登复活赛打响，原来驾驶员另有其人，即拖着逃跑至此3泰坦会合，他们将要拦截这个屡次从手中逃脱的家伙。双方剑拔弩张，大战一触即发。Hey guys， 屁人嘛 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在等待了将近20天后，其3集第一部分终于发布了。这集发生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情节，例如女监控在该系列中首次充当拍摄者，她在本集中带我们观赏了她的前尘往事以及诸多角色的情节补充。与此同时，3泰坦成功拦截及拖着等等等等，请大家跟我重新回顾剧集，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。看前几节，视频内容难保有属于过度解读猜测及理性看的问题，必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小小的赞。故事一开始就是梅开3度，我们又回到了监控人离去前的一刻，这无疑是揪心的，仿佛让我们观看他离去的过程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想我们远远忽视了这个角色的重要性，无论是之前他的突出表现，还是征伐科学家一役中，他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此刻再次将其搬了上来，很明显他的故事我们还没有了解完，而这便是本集的内容重点。回到剧集，双摄监控此时看上了拍摄者，应该是直接对应了70集第3部分。他身旁的镜片是击溃老登时摘下的，他短暂看了拍摄者后，将视角转移了，应该是看向了粉袖哥的方向。当时粉袖哥也看到了这一幕。此时的双摄监控应该还没有面见神秘人，所以他的周身没有起火。右边的双臂音响已然离去，拍摄者试图安抚女音响，但被一下扒开了。相较女监控而言，他在看向双摄监控时，没有像女音响一样表现得十分伤心。或许他觉得双摄不足以致命，毕竟双摄监控失去下半身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但这一幕很快就改变了，随着拍摄者将视野重新移动回到双摄监控，燃起来了。此刻拍摄者才显露出了焦急，我想这出乎了他的意料，才会有此举动。在70集第3部分中，双摄监控在看向粉袖哥方向，又看向了另外2个监控，而后才被带入面见神秘人。期间的对话时间算是比较长了，但在拍摄者移开视角再回去，不过短短几秒的时间。那么我斗胆猜测，神秘人与双摄的对话依然是以数字信息的方式直接传输，而不是改变视觉。在双摄监控得知该信息后，我们可以以他的视角阅览到全部。对于机器人而言，阅览信息本就是一瞬间的事儿，所以我们以女监控视角时发生的时间只是短短一刹那。还有一点也未展露，那就是在双摄监控在离去时向天花板外的泰坦点了个赞，而在此时并没有相关动作，反而是直接燃烧殆尽。按照我上面的猜测，或许从某个角度而言，在双摄监控自己的眼里，这是他最后想做的事情，但已经没有能力去做，于是乎产生了没有做却有画面的潜意识虚影。可以看到双摄监控燃起来时，直到大灯熄灭，他也没有抬手点赞。注意看，在起火之前，他的机械躯体内部有着绿光的痕迹，所以这是神秘力量驱使他着火。纵使他有着生存的希望，他也不可能活下来。此刻画面定格，随着雪花闪烁，切换到了另一个场景。相信看得细致的人看得细致，这是57集发生的事情。双摄监控为了帮助泰坦音响解除寄生，无奈被泰坦音响拿捏了，失去了下半身。不过他有我的幸运女神在场，使得他得到了及时救治，活了下来。随着再次切换，可以看到这是52集发生的事情。当时双摄监控解决了一位赤手，女监控走过来向其竖起了双倍大拇哥。这集也是女监控的正式亮相，很庆幸我们能再次从女监控视角回味这些情景。紧接着画面再次切换，依然是双摄为中心。这集可能发生在38、35、33集，这3集泰坦音响都站在高处嗷嗷叫，具体是哪集不太清楚，但重点并不是发生的集数，而是双摄监控。不同的是它的领带有所不同，这一项颜色更改，我猜或许是竖版变横版后对于故事情节人物设定的补充，使其彻底着装主题色变成了黑色。当然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场景再次切换，这显然是监控基地了，有着监控科学家、揣子监控以及初代的泰坦监控。此时揣子监控缺失了一条腿，或许可能与下个场景的火箭厕所有关。除此之外没有相关的画面表现。注意看，他的腿部包裹了4粉的圆圆，这非常奇怪，看起来不像是机械骨骼。后续的揣子监控在损坏时展示出了机械骨骼，但机械骨骼不至于包裹成这个样子吧，倒像是根火腿肠了。难不成此刻他下肢还是肉身？这点存疑。再次切换到下个场景，可以看到此处有着一些后续有展示的监控人，坐在厕所上的监控人是中一，他正在把弄平板，一致的外观，一致的动作，严重怀疑他此刻也在一致的看女电视。旁边还有2名监控也在死死盯着平板。从左边监控人的外观来看，可能是56集中的勇猛高手，领带颜色是一样的，右边这个就不太清楚了。
了，灰色裤子和内衫以及黑色的领带。视角左边还有大监控和监控科学家。监控科学家样本太多，不好追溯具体是哪一个，但大监控可以看到他的内衫是红色的，可能是在30世纪中曾被寄生过但被解除寄生的大监控人，也可能是70级全集版新增片段中的大监控人。与此同时，揣子监控依然也在画面之中，还是佩戴红色领带，他向拍者亮起了大拇哥。大陆左边的粉袖哥也同时在场，直到一位火箭厕所打断了这一幕。粉袖哥依然稳定发挥跑路，揣子监控依然一往无前，可能先前展示的损失了一条腿是在这里发生的，这眼看下一幕就要撞上了，但拍者和揣子监控依然存活了下来，很难想到他们是怎么做到的。你可以在右下角看到大监控这个动作，这无疑是疯狂的。画面再次切换，同时呈现的画面分辨率发生了改变，镜头中出现了一位女士。好家伙，突然不想追求女电视了。这画面似乎是某种拍摄设备录制而成，是一个不动的相机位。他摆好设备位置后，走到了一名男子身边，并与其交流，同时亮起了双倍大拇哥。这动作让我想起了女监控人，貌似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做过。他似乎想要与旁边的男子一起大拇哥，但黑衣男子没有及时理会，而是忙于操作面前的设备。等到女子转过身去，他才回头点赞。随着该房间外一抹蓝光从右边射向左边，这个画面再次切换了。但这段画面表现的信息不止如此，可以看到画面的左下角写着日期信息：1985年9月18日上午10点半，这应该是该画面的拍摄日期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有语言交谈，听译仅供参考。 Dave, look back. No, I'm good. All right. Okay, we're all set. Proceed with phase 1, Kathy. Okay. Opening the gate. 从他们的交流信息中可以得知，这名女子名叫 Cassie， 她旁边的黑衣男子名叫 Dave， 他们似乎正在进行某种实验，而发射的蓝光是第一阶段的操作，发射的蓝光正好对应监控阵营的颜色。难道他们是在研究监控科技，制造监控人？我们先提出这个假设性问题。刚才 Cassie 的招牌动作大拇哥，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女监控。假设她是女监控的话，那么周围几个人按理说也可以对应一下。那他右边的黑衣男子 Dave 全黑色装束就看起来像是揣子监控，最左边的白色科学家装束可能对应某个科学家。如果这里都是重要角色的话，那可能是机甲科学家。但第二个我找不到对应的，唯一有点相似的就是70级全集版出现了类似侦探监控的角色，但无奈看不见下身，只是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。片段的开始右下角部分有个人走过，看他的下装像是粉袖哥，不过不太清楚此时的他还是不是监控人。如果这些假设全部成立，他们统一的特征就是全都是监控人，也对应外面发射的蓝色光线。或许他们正在制造或是尝试，但仍然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最终全部变成了监控人。机械飞升，难道这就是监控人的起源？关于起源，除了目前这个信息外，还有70集第2部分出现的海报，在1979年机构资助的这名为阿尔法山的基地，同时委派了一名管理员，但具体细节或原因仍然没有提到。如果把这二者关联起来，可能1979年某项计划得到了批准，或许是神秘人主导策划，研究数年，直到1985年开始进行实验，一度研究到科学家亲自上阵。或许这与阿尔法山基地内的白骨有关。这个假设如果再次成立，那么还有一个疑问：为什么有些人变成了监控，而有的人变成了诸如音响、电视、厕所？这个问题太多了，只能等到后续一步一步揭开了。接着画面再次切换，不过这次是回到了女监控的第一视角。刚才出现的画面全是储存在平板中的信息，很显然她是在回忆自己的过往。这让我再次觉得拍者是 Cassie， 拥有与人一样的感情。Dave 与 Cassie 的故事非常多，故有牺牲，他也会悲伤，也会失落。从平板上的文字信息可以看到，编号是监控人69。从已知的编号中来看，4位数的编号占据了很大的占比，69就显得很小了，可能是很早的一批，也恰好能对上假设他前身是科学家的猜测。拍者收起了平板，他此刻身处飞行载具之上，一同的还有2机密监控，一个音响，看轮廓可能是女音响，他们都有飞行背包，所以可以空降。拍者划拉出了武器，准备出战，从飞机上一跃而下，迎面干掉了空中2位厕所，而后迎面对地上的电锯波斯厕所使出9天雷霆双脚蹬，随后对其致猛打击，看不见了，直接落空。拍者掏出了揣子，直接对电锯波斯厕所3连后，并投向了2个圆圆的东西。电锯波斯厕所随之快速领了盒饭，果然是简单走个过场就下线。注意看，拍者掏出了揣子，这应该是双腮监控的遗物。刚才在飞机上看到女音响后背也有个不明物体，不排除是双柄音响的遗物，看起来已经破损了。在战场上依然还能看到预告中的神秘人，
人，但由于烟尘太大，看不见6个74了。这次神秘人不是在场景短暂出现就消失了，从始至终他都在这个位置，估计不久后就可以知道他要粉袖哥做什么了。这点还需要后续粉袖哥再次出现。解决完电锯波斯厕所后，派者看向了右边地上的监控工程师，试图伸手将其搀扶起来，但伸错了手。监控工程师左臂已经损坏，需要使用右手。可以看到这位工程师的领带和裤子有着不同。按照这样的特征规律来看，或许在未来他会有独特的情节。接下来就是女监控第一视角展示鹰眼锁定，这看起来很像荒野大镖客。随着锁定完毕，直接带走了几个目标。他的头部武器自66级后70级出现便完成了改进，换成了类似缩小版的震荡炮。之前解决一个飞机厕所要开好几枪，现在只需小小一下。派者继续前进，这个位置可以更清楚看到神秘人。接下来出现了一位肌肉猛男厕所，哦，看看那光膀子肌肉腱子，他能轻松猎爆联盟成员。还有更多飞行导弹厕所飞来，试图阻止联盟成员扫荡，但很快他就变脸了。他似乎看到了自己无法撼动的东西，基本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开溜。派者望去，原来是中灯。他一来就使用激光清除了空中的2个飞弹厕所。复活赛打赢了是吧？但并不是。可以看到中灯看向了派者，随后熄灭了火力。同时派者平板传的画面是女电视，比了个 Oh yeah 的手势，十分的可爱。原来中灯里面的驾驶员是女电视，甚至还能从驾驶舱背景看到之前大圣人残留的大口子，这非常细节。拍摄者向中灯比了个大拇哥，但随着 Skippy 的声音传来，G-Toit 逃跑小队出现了。好家伙，集中箱1级比1级多了。那么这就存在了一个可能在阿法3基地外部有着许多类似此处和上级一样的据点，他们的行进路线便顺着这些据点一边打包一边逃跑，那这样就说得通了。随着并排厕所携带集中箱途经此处，但被中灯拦截下了一个，掉在了地上。如果后续这个据点被联盟掌控，厕所无法再次带走，那么或许可以看到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。但这场战斗显然不会那么顺利。G-Toit 来了，回收预告图，直接开启了能量护盾。他看到了中灯，他此刻的神情是复杂的，有震惊，有感伤，甚至不忍攻击中灯，只是使用能量护盾抵挡，这点伤害基本没有造成有效伤害。但 G-Toit 不得不认清一个现实，小灯已经没了。随着中灯的放肆大笑， G-Toit 顶盾撞击，似乎在表示让女电视离开中灯的驾驶舱。但女电视操纵中灯继续大笑的同时发起攻击， G-Toit 最终还是反击了，甚至2次补到中灯。天哪，我的女电视不知道有没有从驾驶舱安全离开。虽然已经渐渐习惯了各个重要角色的离去，但如果是女电视的话，希望她永远不要下线。在击落中灯后，能看到 G-Toit 的神情并没有战胜的喜悦，显得很悲伤。派者飞上楼顶，开始对将要再次搬走集装箱的并排厕所输出。由于是搞运输的，没有反击手段，只能站着挨打。但他的安全盔十分的有用，几炮下去仍然没有嘎掉。此时 G-Toit 出手将要终结派者。开始仿佛已经看到了不远处的 Def 正在招手，但很快有人打断了。并排厕所起飞未遂被击落，是泰坦音响。随着威慑的游戏启动音乐响起，3泰坦相继出现，将 G-Toit 牢牢包围了起来。随后泰坦电视和 G-Toit 开始交流。You have no idea what's coming. This is running. Fast to see it. 他的电视一样还是说着最狠的话，但 G-Toit 也不怕。台词对应了预告上的文字信息，无法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他似乎有着什么东西，但不能立刻出现。在上集探的监控开麦后，这集 G-Toit 也首次使用地球语言，这无疑是凤凰了。哑剧渐渐增加了文戏部分，在恰到好处的情况下，使得情节更加精彩。随着双方拉枪上膛，蓄势待发，大战即将上演。本集描述监控人渗透实验室的最后部分，那可能这个据点将是基地的最后一个了。其他的或许被联盟已经占领，这个 G-Toit 被包围了，再没有更大的底牌或手段出现，可能难以再次逃脱。从他的对话中可以肯定的是，他还是有东西的。如果不是所指集装箱的话，具体是什么，这很难猜测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我是 Peaceman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